你聽過嗎？一年只要短短1年哦，就有人把麻省理工學院，也就是那個 MIT 4年份的資訊科學課程全部讀完，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扯？這到底是可能的，還是根本偏方謝宴啊？歡迎來到 Alan 的書房，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 Alan。剛剛講到那個聽起來超狂的學習成就，你可能會覺得，哎呀，這肯定是天才才辦得到的事吧？但如果我跟你說，這背後其實有一套，人人都能學的策略呢？這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。我的使命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把那些有點硬、有點難懂的健康、理財、自我成長的書，把它們拆解成你每天都能派上用場的實戰策略。我相信啊，書裡面的每一份智慧，都能變成你通往更好生活的一條捷徑。好，所以在我們揭曉這套神秘的策略之前，我們先來看看幾個真的把學習這件事推到極限的真實故事，看看他們是怎麼做到那些我們眼中不可能的事情。首先，當然就是我們一開頭提到的史考特楊。你知道最扯的是什麼嗎？他根本就沒有踏進過麻省理工的校園一步。他是在自己家裡，在溫哥華的臥室裡，離學校整整4000公里遠的地方，完成了這個超猛的挑戰，真的是太誇張了。再來這位羅傑克雷格，他上了一個叫《危險邊緣》的益智節目，1天之內就贏了$77,000，但就不是靠運氣哦。他在比賽前自己搞了一個數據庫，把節目以前所有的題目全部抓進去分析，找出裡面的規律。所以當他贏得破紀錄獎金的時候，他心裡想的第一件事竟然是：哇，我做的那個網站還真的有用哎，是不是超酷的？還有這位艾瑞克·巴隆，如果你玩電動，你可能聽過《星露谷物語》這款超紅的遊戲，從寫程式、畫美術圖到做音樂，全都是他一個人搞定的。他為了做出心目中完美的遊戲，什麼都從零開始學。你知道嗎？光是遊戲裡面角色的圖，他就反覆重畫了至少10次以上。這毅力真的是太驚人了。所以看到這裡，問題又回來了：這些人到底是萬中選一的超級天才，還是他們其實掌握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的秘密？這些嚇死人的成就背後，到底有沒有一套共通的劇本或策略呢？答案是有的，他們用的就是同一套強大的學習策略，而這個策略就叫做超速學習。那到底什麼是超速學習啊？簡單來說它是一種超級積極而且完全由你自己主導的學習方法，目標很明確，就是在非常專心的狀態下，用最快的速度学到你想学的技能和知識。这跟你坐在教室裡被動聽課完全不一樣哦，這比較像是你主動出擊去獵捕你要的知識。好，那聽起來很厲害，到底要怎麼開始呢？超速學習的第一個關鍵原則很簡單，就是直截了當。白話一點講，就是永遠要走那條最短最直接的路。你看，連達文西都說過，如果你能直接找到噴泉，幹嘛還要去提水潭呢？這句話，真的把這個原則的精神講得太好了。所以這個直截了當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麼？就是你學的東西必須跟你最後要用的情境綁在一起。你想學好法文，最好的方法是什麼？就是直接去找法國人聊天啊，而不是只在那邊用 APP 背單詞。你想當個厲害的程式設計師，那就直接去參加一個真的專案，而不是自己在家寫一些小玩具程式。這就是做中學的終極版。來，你看這張圖，這就是這個原則威力的最好證明。這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作者史考特楊，他給自己一個挑戰，連續30天畫人像。你看左邊第1天的作品，還蠻深色的，對吧？那你再看看右邊第30天的，哇塞，那個神韻都抓出來了。這個超級驚人的進步，就是因為他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，直接動手畫，這就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路徑。OK， 了解了第一個原則，我們來看第二個，練習提取記憶。我得先說，這個原則可能會跟你從小到大的學習習慣有點不一樣哦。
我們大部分人念書是怎麼複習的？就是一直看筆記跟課本，對吧？這叫做被動複習。但是超速學習的高手們，他們用的是主動提取，也就是說，他們會把書蓋起來，然後逼自己的大腦去把剛剛讀過的資訊從記憶深處挖出來。你想想看，這個挖的動作就像在鍛鍊大腦的肌肉，這才是真正強化記憶的關鍵。而且這個方法也不是什麼新發明哦，像美國的開國元勳班傑明·富蘭克林，他怎麼練寫作的？他就是看完一篇文章，然後試着憑自己的記憶把它完整的寫出來。還有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位益智問答冠軍羅傑·克雷格，他練習的時候絕對不會先偷看答案，他就是強迫自己去想、去回憶，完全模擬真實比賽的壓力跟情境。好，最後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，我們要怎麼對一個領域建立起那種很深的直覺，就是那種不用想太多就能抓住重點的感覺。這裡我要跟你分享一個超級無敵強大的工具，它叫做費曼技巧。這個技巧的名字來自於理查·費曼，他是誰？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，他的同事都叫他魔術師。為什麼？因為不管多複雜的問題，他好像總能一眼就看穿問題的核心在哪兒。而他的這個超能力秘密其實就藏在他學習的方法裡面。這個費曼技巧其實只有4個很簡單的步驟。第一，先選一個你想搞懂的概念。第二步，也是最關鍵的一步，想象你要把這個概念解釋給一個大概8歲的小朋友聽，你得用他聽得懂的最簡單的話來講。好，第3步，你在解釋的時候，一定會有些地方卡住了，講不清楚了。這些卡住的地方，就是你真正的知識盲點。最後一步，就是針對這些盲點，回去看書、查資料，把它們徹底搞懂，然後再試着用更簡單的話解釋一次。為什麼這個方法這麼厲害？因為它會非常非常誠實地，甚至有點殘酷地，把你以為自己懂了，但其實根本不懂的地方，全部都揪出來。它強迫你從一種模糊的熟悉感，進步到真正的理解。好了，我們聊了這麼多超速學習的厲害原則，現在真正的問題來了，你呢？你想在哪個領域試試看這些方法？記住哦，學習真的不是天賦，它是一項可以靠練習越練越強的技術。所以，你準備好了嗎？你的下一個超速學習計劃會是什麼？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分享，覺得有學到東西，就請幫我按個喜歡，就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鼓勵。也千萬不要忘記訂閱 Alan 的書房，然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這樣我們每周分享的那些含金量滿滿的書籍內容，你才不會錯過哦。好啦，那我們下次見。